在末世，人一旦淋雨就会死掉，只有极少数人能躲进地堡避难。这对姐弟就是其中之一。夜里，他俩正在熟睡，房间的氧气含量突然急剧降低，警报声吵醒了弟弟，但小美却因为缺氧陷入了昏迷。小帅强撑着把他拖到了地堡，两人贪婪呼吸着新鲜空气。可这时，一群蒙面人端着枪围了上来，看来这一切都是他们搞的鬼。姐弟俩被逼回地堡，原来这群人是来抢食物的，可地堡的食物本就所剩无几。队长恼羞成怒，把姐弟俩关在了屋子里，就要离开。姐姐赶紧用手哈气在玻璃上写字，还拿出平板示意队长自己知道更多的物资点。可当队长走近想看清楚物资点位置时，小美却直接砸碎了平板。想找到更多食物，就只能带他一起走。队长于是带上了姐弟，走在路上，突然队长要他们别动，并且赶紧扯出极地服给众人盖上。原来前面有2个专门清除幸存者的士兵，而队长的极地服可以隔绝他们的探测。可这时，一个野生女人从他们眼前跑了过去，2个士兵也瞬间跟上。小美和小花想去救队长，要他们别多管闲事，可2人执意要救，队长无奈只好跟上。另一边，女人一路逃亡，在跳河时却不慎陷进了淤泥，眼看就要被士兵追上，幸好队长及时开枪救下了女人。女人向他们表示感谢，可下一秒，队长却又射杀了女人。原来队长注意到河水已经被污染了，女人碰到了水已经活不长了，而且还会成为感染者。众人继续上路，即将到达新地堡，弟弟却一脚踩进了水坑，水坑的水同样有病毒，气氛瞬间紧张起来。队长更是直接端起了枪，小美却先一步堵到了枪口上，她要小花戴上手套帮弟弟脱掉鞋。所幸有惊无险，水没有进到鞋子里。众人接着前进，片刻之后，他们终于来到了第一个地堡。姐姐用指纹打开了地堡，大家鱼贯而入，看着满屋子的食物，他们开心极了。可小美却不是很高兴，因为之前父亲离开时要她在地堡等他回来，但后面父亲却没了消息。在控制室，小美打开了地堡的智能系统，离开之前却发现了一个手机，手机桌面竟然是自己和弟弟的照片。她激动坏了，赶紧拿起手机找到了弟弟，对弟弟兴奋说道：“这是爸爸的手机，重要的是里面还有一个视频。”Vi lyckas ta oss in till huvudkontoret här uppe i Sverige. Du måste luta dig. Kosta vad det kostar. Vi måste lösa det här. Det är bara du som klarar av det. Du behöver det. 原来父亲在瑞典研究新药，姐弟2人当即准备去寻找父亲。队长不想放弃小美这个移动粮仓，决定陪着小美前行。众人走了一会儿，在超市休息，可带的食物却引来了一堆幸存者的疯抢。给出一些食物后，他们才得以逃脱。但他们不知道，更大的危机就要来临。